玉米长大了。初二的下午，王连芳正在村子里检查春节。他披着旧大衣，手上夹了半截子飞马牌香烟。天气相当的阴冷，巷子里萧索得很，是那种喜庆的日子少有的冷清，只有零星的老人和孩子。男将们不容易看得到，他们一定躲到什么地方赌自己的手气去了。王连芳走到王有庆的家门口，站住了，咳了几声，吐出一口痰。王有庆家的窗户慢慢拉开一道缝隙，露出了王有庆老婆的红棉袄。有庆家的面对着巷口，越过天井敞着的大门，冲王连芳打了一个手势。屋子里的光线太暗，他的手势又快，王连芳没看清楚，只能把脑袋侧过去，认真的调查研究。这时候，高音喇叭突然响了，传出了王连芳母亲的声音。王连芳的老母亲掉了牙，主要是过于急促，嗓音里夹杂了极其含混的气声，呼噜呼噜的。高音喇叭喊道：“连芳啊，连芳啊，养儿子了啊，家来啊！”王连芳歪着脑袋，听到第二遍的时候听明白了，回过头去再看窗前的红棉袄，有庆家的已经垂下了双肩，脸却靠到了窗棂口，面无表情地望着王连芳，看上去有些怨。这是一张好看的脸，红色的立领裹着脖子，对称的竖在下巴底下，像两只巴掌托着，格外的媚气了。高音喇叭里杂七杂八的，听得出王连芳的堂屋里挤的都是人。后来唱机上放上了一张唱片，满村子都响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。村子里的空气雄赳赳的，昂扬着，还一挺一挺的。有庆家的说：“回去吧你，等你呢。”王连芳又肩头拨了拨身上的军大衣，兀自笑起来，心里说：“妈了个巴子的。”玉米在门口忙进忙出，他的袖口挽得很高，两条胳膊已经冻得青紫了，但是玉米的脸颊红得厉害，有些明亮，发出难以掩饰的光。这样的脸色表明了内心的振奋，却因为用力收住了，又有些说不出来路的害羞，绷在脸上，所以格外的光滑。玉米在忙碌的过程中一直咬着下嘴唇，就好像生下小八子的不是母亲，而是玉米她自己。母亲终于生儿子了，玉米实实在在地替母亲松了一口气，这份喜悦是那样的深入人心，到了贴心贴肺的程度。玉米是母亲的长女，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不知不觉已经是母亲的半个姐妹了。事实上，母亲生六丫头玉苗的时候，玉米就给接生婆做下手了。外人终究是有诸多不便的，到了小八子，玉米已经是第3次目睹母亲分娩了。玉米借助于母亲，亲眼目睹了女人的全部隐秘。对于一个长女来说，这实在是一份额外的奖励。二丫头玉穗只比玉米小1岁，三丫头玉秀只比玉米小2岁半。然而说起通晓世事，说起内心的深邃程度，玉穗玉秀比玉米都差了一块。长幼不只是生命的次序，有时候还是生命的深度和宽度。说到底，成长是需要机遇的，成长的进度只靠光阴，有时候反而难以弥补。玉米站在天井里往阴沟里倒血水，父亲王连芳走进来了。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王连芳以为玉米会和他说话的，至少会看他一眼。玉米还是没有。玉米没穿棉袄，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白线衫，小了一些，胸脯鼓鼓的，到了小腰那儿又有力地收了回去，腰身全出来了。王连芳望着玉米的腰身和青紫的胳膊，意外地发现玉米已经长大了。玉米平时和父亲不说话，一句话都不说，个中的原委王连芳猜得出，可能还是王连芳和女人的那些事。
王莲芳睡女人是多了一些，但是施桂芳并没有说过什么，和那些女人一样有说有笑的，有几个女人还和过去一样喊施桂芳嫂子呢。玉米不同，她嘴上也不说什么，背地里却有了出手，这还是那些女人在枕头边上告诉王莲芳的。好几年前了，第一个和王莲芳说起这件事的是张富广的老婆，还是个新媳妇。富广家的说，往后我们还是轻手轻脚的吧，玉米全知道了。王莲芳说，他知道个屁，才多大。富广家的说，他知道，我知道的。富广家的没有嚼屈，前2天他和几个女的坐在槐树底下纳鞋底，玉米过来了。玉米一过来，富广家的脸突然红了。富广家的瞥了玉米一眼，目光躲开了，再看玉米的时候，玉米还是看着他，一直看着他，就那么盯着，从头到脚，又从脚到头，旁若无人，镇定得很。那一年玉米才14岁。王莲芳不相信，但是没过几个月，王大人的老婆吓了王莲芳一大跳。那一天，王莲芳刚刚上了王大人老婆的身，大人家的用2只胳膊把脸遮住了，身子不要命的往上拱，说：“支书，你用劲，快弄完。”王莲芳还没有进入状态，稀里糊涂的草草败了。大人家的低着头，急慌张的擦换，什么也不说。王莲芳插住他的下巴，再问。大人家的跪着说：“玉米马上来踢毽子了。”王莲芳眨巴着眼睛，这一回相信了。但是一到家，玉米一脸无知，王莲芳反而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。玉米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再和父亲说话了。王莲芳想，不说话也好，总不能多了一个蚊子就不睡觉。然而今天，在王莲芳喜得贵子的时刻，玉米不动声色地显示了它的存在与意义。这一显示便是一个标志，玉米大了。王莲芳的老母垂着2条胳膊，还在抖动她的下嘴唇。她上了岁数，下嘴唇耷拉在那儿，现在光会抖。喜从天降对年老的女人来说是一种折磨，她们的表情往往很僵，很难将心里的内容准确及时地反映到脸上。王莲芳的老爹则沉稳得多，他选择了一种平心静气的方式，慢慢地吸着烟锅。这位当年的治保主任到底见过一些世面，反而知道在喜上心头的时刻不怒自威。回来了，老爹说。回来了，王莲芳说。起个名吧。王莲芳在回家的路上打过腹稿，随即说，是我们家的小八子，就叫王八路吧。老爹说，八路可以，王八不行。王莲芳忙说，那就叫王红兵。老爹没有再说什么，这是老家长的风格，老家长们习惯于用沉默来表示赞许。